我是袁娜，然后我现在在 HP 任职16年，然后目前是在消费型产品事业部里面担任 Senior Director of Consumer Portfolio and Product Planning。那主要负责的工作内容是要定义12个月到18个月之后的消费型 PC 产品的市场定位，然后以消费者为出发点，思考在各个不同的 product segment 里面提供最适合的产品价值以及使用体验。其实我一开始加入第一份工作，找寻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其实懵懵懂懂，不太清楚我自己的方向是什么。但那时候的想法就是因为台湾科技业发展很快速，所以很想知道在科技业里面是不是有机会可以找寻到适合自己的角色。所以我就想说先踏入这个产业看看。那给自己的条件其实很简单，那时候希望能够进入一家跨国企业，然后从大企业里面去学习跟成长。那我一开始加入的单位比较像是做包材跟配件的 PM， 那它没有太多的技术难度，不过需要的是要做好规划，然后做很多的沟通协调，然后管理的东西是很杂，然后处理的事情很琐碎。不过可能这份工作对我难度并不是很高，我大概在不到1年的时间就把可能过去3个人的工作就做了整合，所以很快我就觉得这份工作好像不是很大的挑战，然后我就很想要看看有没有不同的选择这样子。然后一开始的念头是想说是不是换一个公司，然后找下一份工作。那其实我有试着去找寻，然后发现当你有一些工作经验，好像比较容易去找到下一份工作。那但是我当时是很犹豫，我并没有真的选择踏出去。主要原因是我认为当时一开始选择那个第一份工作的念头是我要进入一个大型企业去学习。那我进到了大型企业，可是我好像有那种入宝山而空手而回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我也许应该要在内部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机会。所以再补充一下那个 background， 就是我那时候做的是一个IBM 代工的专案团队，那所以我们是面对的是当时 PC 龙头的 IBM， 那他们是有非常深的制造 PC 的经验，所以在流程上也会非常的solid。所以其实在那个团队里面呢，我是扮演一个成员，就是团队的一个小成员。那我们都是跟着大的 PM 专案经理来做这些进度的统合跟汇报。那当时的大 PM 的background大部分都是台清交理工背景，然后再加上 MBA background 的这样背景的人，所以大部分都是男生。然后就回到我刚刚讲到说，入宝山空手而回的这个想法，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在公司内部除了大老板可以有这个可以横向纵向都可以看到大部分不同跨部门的领域的工作之外，好像就这个大 PM 可以也有这样子的视野和这个统合能力，可以看到各个部门所在经历的工作内容。所以我当下想说，我自己可不可以试着询问看看有没有可能可以进入到这个 PM 的团队。所以我就去问了那个当时那个 PM 的主管，问他说你觉得我适不适合做 PM 这样子？那其实我当下也没有抱持太大的期待，但没想到那个主管给我的答复是好，你可以试试。然后我其实反而非常的惊讶，然后还很紧张，因为我不确定说你确定我可以吗？因为我毕竟不是一个理工 background 的，对，我没有这样子的理工背景，那我不懂什么电路图，我不懂这些什么机械的这些细节。但他的回答可能就是影响我这个一个职业选择上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他那时候就说，不懂可以学。如果你真的想要做 PM 的话，你就全力以赴。那剩下的问题就不用想太多，那是他主管该去担心的事。那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震撼的回答，因为对方给我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全力以赴。然后就因为这样，我觉得，好，那我就开始踏入PM 的这个职业。那在这一段，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有这个机遇，其实有几个蛮重要的因素，一个是你自己的个人的 reputation 很重要，因为当时我在做这个包材或者是一些accessory PM 的时候呢，其实我并不知道其他人会怎么看我，但当你开始累积了你个人的 reputation， 你有自己的个人品牌的时候，当你在询问下一个机会的时候，别人就愿意打开这个机会让你去尝试。那另外一个是刚刚讲到就是不想要入宝山而空手而
而回的这个观念。那其实你要找到一个驱动力，就是你想要拿到的宝物是什么。然后对我来说，当下我都很想要看到是我能不能够在一个角色上面能够看到一个纵观全局的能力。那如果我可以经历这个，我应该可以知道整个产品运作的流程是什么。所以这是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驱动力。那另外一个是主动出击，就是你必须要去争取你想要做的事情。那你去询问看看，也许这个机会就有可能会落在你的身上。这样。那我觉得，其实热情跟天赋它不是一个选择题，我认为它比较像是一个摸索，然后实验、寻找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很多时候会纠结，我的天赋到底在哪里？那我要怎么知道我的天赋？其实很不容易，在你用思考的方式，你可以去找到答案。然后，而且你如果单项拿出来跟每个人比较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我这个好像比他差一点，我那个他好像比我更优秀。那我到底有没有特殊之处，就会非常困扰。那我其实自己也会经历这个心路历程，所以的确是需要一直不断的摸索，然后去寻找。那当你在摸索寻找，慢慢去尝试，你就会发现你自己不同的面向。就有点像是说，原来像刚刚我举例的那个例子，我就发现，原来我是一个有韧性的人，那我可以坚持。所以也许在这个上面，有些时候我会认为这么难的时刻我都经历过了，有些事情我可能再坚持一下，也许会找到答案。那也许在那个找寻过程中，我也又发现说，我原来是一个可以把事情化繁为简的人，就是我喜欢做整理归纳，然后我喜欢做分析问题，所以我可以把问题做化繁为简的能力。然后我也觉得找问题的 root cause 很有趣，然后我觉得在这过程中会找到成就感。所以在每一个面向上，我就发现，也许我不是单一面向，是很突出、很优秀，但是我在不同的面向，在不同的领域上面开始一一解锁技能，这样子就很像在玩游戏一样。如果你开始一一解锁技能，你的能力好像就升级了这样。那但是在这个之前，其实很重要一点是你要去采取行动，就是不要因为你去纠结这个天赋或热情的问题，然后就是停止在那里，你就采取行动，然后只有采取行动的时候，你才会开始有一些回应跟感受，那你才会开始知道说，原来你有这个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原来我这个地方比较弱，那也许我可以用别的方法去弥补我比较弱的地方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愿意开始采取行动，开始去尝试，然后我觉得这些都是好的，因为这些宝贵经验到最后就会借由这些找寻的过程，然后你一一解锁技能，到最后你就会去累积你自己独特的这些经验，然后它就变成你独特的强项。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当你知道，你慢慢的发觉，当你知道怎么样做比别人好，然后你就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开始有自己的特色，那别人就会开始来询问你的意见，然后你就开始有自信去发表你的见解。那其实它就是一个循环，那这也就开始累积你的专业能力，所以你就会做自己，然后你会乐在其中。那另外一点是在寻找的过程中，我觉得可以给自己用心去感受一下，你做什么事情，哪一类的事情会让你可以全力投入在那个 moment 下面。有时候我们就像你们所说的那种心流，就是你去找寻哪个 moment 是你真的会有这个感受，是像你正在就像一个心流，你进入这个心流的状态。那在这个在你如果找寻到了，当然你就在这个领域上面去发挥，因为这可能是对你来说是你愿意投注心力的地方。然后另外就是刚刚讲到的热情这件事情，你其实在一路摸索的过程中，摸索你的天赋在哪里的过程中呢，你其实也可以去培养你的热情。这个热情可以来自于你的好奇心、你的求知欲，然后以及你的成就感。当你有这些正向的循环的时候，你的热情其实会被点燃的。然后再来是在工作上面，其实蛮重要的是要找到对自己的工作意义。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在你的工作过程中去实现你自己，所以你就不会一直纠结这个天赋与热情这个问题，然后你反而是乐在其中，然后你能够去投入你喜欢做的事情。那接下来这天赋与热情它就好像是相辅相成的，它就会是一个正向的循环。